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天气不错，我查了查黄历，据说这样的天气适合聊八卦，所以呢今天咱们就聊聊八卦，聊一段历史八卦。所谓八卦呢，一定是聊一些隐秘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节目的开始，我就要给大家读一封信，一封私人信件。臣女生长华门，性甘淡薄，不羡进苑深宫，钟鸣鼎食，愿去荒安小院，轻盘红鱼。乃日昨阿兄遣使捧上谕来，臣女跪读之下，深感陛下哀怜臣女之至意，臣女诚万死莫赎也。而臣女一弱女子耳，才不足以辅佐万岁，德不足以母仪天下。既得失无避于陛下，而实委臣女之素之，臣女之所未愿者，谅陛下亦未必强愿之也。扶起陛下浮云所求，并起从此服与臣女为念，则犹为万幸耳。相信大家一定听出来了，这是一封拒婚书。一位自称臣女的女子拒绝了一位皇帝的求婚。那么这个皇帝是谁呢？怎么会如此的接地气，连被女子拒绝这个普通男子经常经历的事情，他都要与民同乐？他是不是太低调了？是不是有点弱爆了？他是不是不太强势？这个皇帝呢，还真不是这样。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帝王，他就是明成祖朱棣。而自称臣女的这名女子也不是外人，她正是朱棣的皇后徐皇后的妹妹徐妙锦，朱棣的小姨子。而这封公开的拒婚书也有一个名字，叫《告永乐帝书》。这封信呢，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不陌生，因为前几年央视有一档节目叫《见字如面》，其中著名演员周迅朗诵的就是这封信。周迅朗诵的是白话文版。作为专业的演员，周迅的朗诵不管是在语调的处理上、起承转合上，还是声情并茂上，都比我这个业余选手那要高出很多。特别是在声音的处理上，周迅的声音也要比我的声音要浑厚得多。咱们先回到那封信，难道朱棣真的向徐妙锦求过婚吗？据记载，在永乐5年，也就是徐皇后去世以后，朱棣就向徐皇后的妹妹徐妙锦发出了求爱的信号，他想要迎徐妙锦入宫，而且还要将她立为皇后。不过徐妙锦很痛快地拒绝了他。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朱棣与徐皇后那样忠贞的爱情不免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朱棣是不是并不像剧中所展现的那样深爱着他的皇后？不然的话，为什么皇后尸骨未寒，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娶她的妹妹？而且据说在皇后薨逝以后，朱棣所喜爱的女人还是层出不穷的，有一位王贵妃，还有一位来自朝鲜的权贵妃。而这位权贵妃的死，居然引发了永乐朝间后宫的一桩惊天的惨案。据说有将近3000名宫女被朱棣处以了凌迟之刑。看来永乐王朝的血雨腥风绝不仅仅局限于朝堂之上，在后宫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在后徐皇后的时代，朱棣的感情世界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的八卦一下朱棣的感情世界。咱们先来说说这位徐妙锦。按照朱元璋给徐达撰写的墓志铭上记载，徐达应该生有4个女儿，长女徐氏就是后来的朱棣的徐皇后，次女呢嫁给了代王，成了代王妃。另外还有2个女儿，其中一个嫁给了安王，是安王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要说的这位徐妙锦。徐妙锦与安王妃到底谁是排行第3，谁是排行第4？这个呢是有不同的说法，咱们在这里呢也就不深究了。
据出版于明朝中后期的一本书记载，在徐皇后病逝以后，朱棣曾经向徐妙锦的生母谢氏夫人提出了求婚，他想迎娶徐妙锦入宫，并立为皇后。但是当时的谢氏夫人非常明确地回绝了他。当时朱棣很生气，说：“你的女儿不嫁给我，还能嫁给谁呢？”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不把女儿嫁给我的话，那你的女儿谁也别嫁了，看谁敢娶她。就这样拒绝了朱棣的徐妙锦，最后选择了出家为尼。不过这一记载呢，在当时就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伪史，因为其中提到的谢氏夫人，也就是徐达的正妻。据史书记载，在洪武22年的时候，朱元璋曾经颁下诏书，追封她为中山王夫人。那既然是追封，也就意味着谢氏夫人在洪武22年之前已经去世了。那么她又怎么可能在永乐年间见到朱棣呢？还有一种版本呢，说徐妙锦的生母并不是谢氏，而是贾氏夫人。其他的情节是与前一个版本基本类似的，也是朱棣求婚被拒绝，而且徐妙锦还写了这封告永乐帝书，最后徐妙锦是出家为尼。这件事情呢流传很广，很多人呢都认为这就是一段信史。本来嘛，妻子妹婚在中国古代呢也是很普遍的事情，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宫廷之中。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南唐后主李煜，他就曾经娶了大小周后这姐妹俩。还有后周的柴世宗就曾经先后娶了傅氏姐妹作为他的皇后。苏东坡的第一任夫人王弗病逝以后，就由他的堂妹王润之顶替了他的位置，这也是其姊妹婚。所以朱棣想迎娶徐妙锦，应该说也并不稀奇，但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的疑点。首先，正史上并没有记载有徐妙锦这个人，不仅是没有妙锦这个名字，连她的生平最后嫁给谁都没有任何的记载。不过呢，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史书中对于女性的记载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所以说没有记载并不能说明徐妙锦这个人就不存在。而且呀，据说在明朝中期以后，发现了一块徐妙锦的墓志铭，其中提到徐妙锦是徐达的女儿，生母为贾氏夫人，而且还提到徐妙锦一生未嫁，一直是出家为尼，后来重新蓄发还俗。那个时候已经是洪熙年间，是明仁宗时期，就是朱高炽执政期间。朱高炽和他的皇后张皇后对他们的这位小姨非常的尊敬，特意把她接入了宫中，予以了大量的赏赐，而且是好生款待。特别是当时的张皇后特别仰慕她的这位小姨的人品学识，对她也是大加礼遇。后来徐妙锦就一直在南京生活，61岁的时候病逝，得以善终。再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朱元璋说徐达有4女，那么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徐妙锦确实是徐达的4个女儿之一，年龄肯定是在徐皇后之后，在姐妹中排行或者第3或者第4。但是呢，我们也只能够证明她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朱棣真的曾经向她求过婚。其中一个疑点呢，就是徐妙锦的年龄问题。就是朱棣在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多大了？据说朱棣是在永乐5年徐皇后去世以后，他向徐妙锦求的亲。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徐妙锦的出生年份，但是呢，我们也能够大致的推断一下，她最迟的出生年份不会高于公元1385年，也就是洪武15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徐达病逝。他不能再晚于这个年份出生了，再晚的话，他就绝对不是徐达的女儿了。所以他最迟是作为徐达的遗父子出生，生于公元1385年。
从洪武15年到洪武31年，再加上建文4年、永乐5年，那么这时候徐妙锦的年龄应该是在24、25岁的样子。24、25岁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还是很年轻，没有嫁人也很正常。但是呢，在明朝时期，我们参考一下当时的贵族女子的出嫁年龄，她的姐姐徐皇后出嫁的时候是15岁。其他的像太子朱标的太子妃常氏出嫁的时候也是15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贵族女子出嫁的年龄应该是在15岁左右。而且从徐达另外几个女儿嫁娶的对象来看，她们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那么我们合理猜想，徐妙锦应该也会嫁给朱元璋的儿子之一。朱元璋有20多个儿子，有老有少，有美有丑，所以相信总有一款会适合徐妙锦的。那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出嫁呢？即使他有千百般的理由，但是那时候贵族家的女儿，你出嫁不出嫁，你嫁给谁，这个你自己能说了算吗？徐达虽然已经死了，但徐达的长子徐辉祖以及长女徐皇后能够允许这么大的20多岁的女儿天天在家里晃来晃去的不嫁人吗？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徐妙锦目睹了她的几个姐姐的遭遇，看到她们嫁给了朱氏子孙以后，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她厌倦了这一切，愿意遁迹空门，出家为尼。但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一定是在15岁以后没多久就出家为尼了，不然的话他无法顶住催婚的压力。那如果这样的话，朱棣向他求婚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是出家之人了。朱棣一生和他的皇后徐皇后一样笃信佛教，那他又怎么可能向一个出家之人求婚呢？再有一个疑点，就是这封所谓的告永乐帝书。古时候的写信按大小尊卑不同，会有严格的格式的，而这封信呢，既无抬头，也无落款，也没有按照一个臣子对皇帝写信的格式。徐妙锦据称是一位才女啊，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给皇帝写信呢？还有，如果这封信是徐妙锦写给朱棣的私信的话，那是谁把这封信公开的呢？如果是徐妙锦的话，那朱棣应该是看错了人，这样的女人的品行应该是不可恭维。如果是朱棣的话，那只能说明朱棣是真疯了，他在靖乱之前的装疯不是装的，他真的就是一个疯子。他居然把别人拒绝他的信公开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他是想享受这种被人拒绝的快感吗？所以啊，我认为至少这封信应该是假的。那为什么会出来这样一封信呢？又是谁写的呢？我想这可能是永乐朝当时或者以后的那些文人们编纂的。大家知道，朱棣登基可以说激起了天下文人的不满。中国古代文人也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我打不死你，我骂死你，所以写出这样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为什么那时候的文人这样讨厌朱棣呢？同样是杀了自己的亲人，最后登基做了皇帝，李世民得到的待遇与朱棣是完全不一样的。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李世民没有得到这么多的非议？原因有很多，我简单归纳有以下几点。第一，大唐的基业是唐高祖李渊以及李世民打下来的。虽然说太子李建成也有功劳，但与李世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少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李世民最后做皇帝理所应当，而大明的江山与朱棣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朱棣又不是朱元璋册封的皇帝，所以他登基就没有那么理所应当了。第二，李世民是弑兄，朱棣是弑君。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建文帝是被他所杀，但肯定是被他逼得失踪的。李世民弑兄是家庭层面上的问题，而朱棣弑君是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问题，二者
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说李世民最后也是通过弑兄而登上了皇位，但李建成死以后的操作程序是符合法统的。他先是因自己是唯一的独子而晋升为太子，然后又是李渊禅位太子继位，在法统上来说是无懈可击的，所以他登基是没有争议的。而朱棣的嫡子身份本身就存疑，而且建文帝又是朱元璋亲自册封的皇太孙，正统的皇位继承人，最后顺理成章的荣登大宝。而朱棣则是通过武力的手段，硬生生的将皇位从建文帝手中夺下来。这一点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得位不正。尽管他后来找了很多的借口，修改了很多的史书，但终究是难以自圆其说。第三，对社会的危害性不一样。玄武门兵变只持续了大概半天的时间，只限于宫廷内部的高层。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除了多了一条以后聊天的谈资以外，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伤害。而靖难之役断断续续持续了4年之久，生灵涂炭，不管是对黎民百姓还是大明的国力，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且朱棣登基以后，对建文帝的旧臣是大肆的迫害残杀，使得政权结构发生了断崖式的变化，类似于改朝换代。而李世民对太子建成的旧部以招抚为主，并没有出现大肆的捕杀，整个的官僚架构也得以顺利的交接。再有，玄武门兵变以后，李世民登基，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而朱棣登基对于历史进程而言，是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呢？这个只能用3个字来形容，就是不好说。最后一点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身也许就是答案，就是说都是文人，为什么对李世民和朱棣的观感完全不同？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大合理的时候，也许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的。或许我们曾经试图站在当时古人的角度，但可惜我们毕竟不是古人，对当时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而当时的那些古人，那些文人们的态度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这就像我以前讲过的，你评判南宋时期的金人是不是异族，并不是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而是站在当时南宋人的角度来看。如果金人是异族的话，那岳飞无疑就是民族英雄。如果金人按现在来说也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那岳飞也就成了内战的英雄。所以我们经常说，站在历史的角度，就是应该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而当时的那些文人，不管是唐朝的还是明朝的，他们不责怪李世民，而责怪朱棣，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好像又跑题了。既然已经跑了，咱们就不妨多跑2步。说到这削藩呢，其实不管是建文帝登基也好，还是朱元璋以后，除了朱标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登基，都得要削藩。明成祖朱棣登基以后也是在削藩，所以削藩并没有什么错。那如果削藩没有错，那当初朱元璋分封诸王的时候是不是错了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错。在朱元璋之前，大多是实行的是郡县制。有人说分封制相对于郡县制来说就是一种退步，这个呢也并不绝对。秦国是实行郡县制的，但2世而亡。朱元璋实行分封制也有他的道理，他确实畏惧那些功臣最后夺权，所以他通过分封将军权掌握在自己的儿子手里。朱元璋并不傻，他的分封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朱元璋24个儿子加上2个孙子，总共26个王分封在了各处。朱元璋是以当时的都城南京为中心，分了2圈王，分为内圈和外圈。外圈的王爷，例如燕王朱棣，主要呢是用于防范外族的入侵。内圈还有一些王，而南京周边并没有分封任何一个王。这样就造成一种局面，如果某一个王爷想造反的话，如果他处于内圈，那么在他起事的时候，就将面临来自外圈的藩王以及南京中央政权的左右夹攻。
而如果他身处外圈的话，他如果想夺取南京的话，他首先就要经历内圈藩王的抵御，不可能做到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而在他进兵的过程中，中央政权就可以从容地调动四方的藩王、秦王。如果朱标还在的话，应该不会削藩，至少不会急于削藩，因为朱标完全可以镇得住各地的藩王，而且他在功臣之中也有着崇高的威信。所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制实际上是为朱标量身定做的，但可惜朱标薨逝以后，情况就变了。所以朱元璋要杀了那些功臣，所以建文帝登基以后要急于削藩。当然了，建文帝确实是手段方法过激了一些，但削藩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我们经常说建文帝逼死了几个叔叔，造成了人伦惨剧，但实际上在削藩过程中被逼死的藩王只有襄王朱柏，而襄王朱柏是自杀的。其他的几位藩王都是被罢为庶人，然后关押了起来。建文帝并没有杀了他们，所以建文帝很有可能也不会杀襄王朱柏。襄王最后选择了自焚而死，应该说是非常的可惜。同其他的几位藩王相比，襄王还是很不错的，但最终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的死与建文帝有关，但并不是建文帝的本意。说建文帝逼死朱柏，言之过甚。朱柏被人举报意图谋反，建文帝作为皇帝，让他去南京接受讯问，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而且朱柏之死还有一个令人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据史书记载，在朱元璋驾崩以后，襄王朱柏数次想自杀。至于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肃，他也是被人举报谋反，但并不是建文帝派人诬告他的，而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举报他的，这又能赖得了谁呢？至于那个代王朱贵，更是性格残暴，滥杀无辜，他本来就是大同人的噩梦。后来朱棣登基以后，他依然和以前一样残害百姓，朱棣也下旨责骂他。他的正妃就是徐达的次女，但晚年的时候被他封出了王府。同样被建文帝削藩的齐王朱福，也同样最后被朱棣削了藩，而且还被幽居在了南京，最后就死在了这里。所以说，被建文帝最早削藩的这5位藩王，并不能简单的说他们就是无辜的，是建文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本身确实是不干净。好的，跑题回来，咱们总结一下徐妙锦的这个话题，就是徐妙锦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朱棣是否曾经向他求过婚，此事高度存疑。而所谓的告永乐皇帝书，纯属子虚乌有。徐皇后去世以后，朱棣确实还曾经宠爱过另外几名妃嫔，其中最主要的有王贵妃以及权贵妃。王贵妃，朱棣对她可能并不是宠幸，而更多的是依靠。王贵妃本人非常的崇敬徐皇后，所以她行事作风处处都是遵循着当年徐皇后的规定。所以朱棣就让他管理后宫，也算是为他了除了后顾之忧。再有一个呢，就是权贵妃。权贵妃是朝鲜进贡的美女，因为外貌浓翠，就是美艳不可方物，而且呢又善于吹玉箫，所以得到了朱棣的喜爱。应该是在徐皇后去世的2年以后，朱棣开始宠幸权贵妃。朱棣北征的时候，也让权贵妃随行。但可能是这位权贵妃生来命薄，在随朱棣北征途中突然生病，暴病而亡。朱棣当时是很伤心。据朝鲜的史书《李朝实录》记载，朱棣拉着权贵妃哥哥的手，是泣不成声。这件事本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没想到几年以后又被翻了出来。当时宫内还有一位吕美人，同样也是朝鲜进贡而来的。有一次，吕美人的侍女与权贵妃的侍女吵架，权贵妃的侍女脱口而出说：“当年我们的主子就是被你们的吕美人害死的。”
这事儿让朱棣知道以后，朱棣就命人严查。经过严刑拷打以后，吕美人交代，她当初是嫉妒权贵妃得宠，所以就偷偷的用砒霜毒死了她。朱棣这才知道权贵妃的真实死因，大怒之下将吕美人活活的烤死。据说是烤了1个月之久。权贵妃的事情本来也就这样结束了，但没想到到了永乐19年的时候又被翻了出来。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朱棣呢有一次看到了他的另外一个姓吕的妃嫔与一位姓于的宫女，这两人与一位太监有一些不耻的行为，朱棣呢就申斥了他们2个人。结果没想到这2个人居然自杀了。朱棣很生气，也觉得他们自杀的背后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又命人开始审问。审讯的结果大出朱棣的预料，说当初被处死的吕美人实际上是被冤枉的，而冤枉吕美人的人正是这位刚刚自杀的也是姓吕的妃嫔。据说这位妃嫔呢出身于一个商贾之家，所以呢就被称为古吕女。因为她也姓吕，吕美人也姓吕，所以呢她曾经想去巴结吕美人，但遭到了吕美人的拒绝，最后因此她怀恨在心，就设计陷害了吕美人。朱棣得知此事以后是大为震怒，让有关部门继续严审。再次审讯之下，朱棣得到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结果。这位古吕氏与姓于的宫女的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阴谋败露。他们的阴谋并不仅仅是诬陷吕美人，而是他们炼制了毒药，毒杀的目标竟是明成祖朱棣。盛怒之下的朱棣就将古吕氏宫中的宫女太监总共2800多名全部抓了起来，而且判以凌迟处死。据说每次行刑的时候，朱棣都亲自去观看。最后是2800名宫女太监都被处以了凌迟之刑，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与驴之祸。这些故事听起来确实让人瞠目结舌，但它确实是出自于正史。不过呢，是朝鲜的正史《李朝实录》。那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很明显不是真的。别的不说，对2800人实行凌迟，那需要多少天？一般来说，凌迟一个人需要3天时间，那凌迟2800人大概就需要8400多天。1年365天，大概需要23年的时间。这时候呢，已经是永乐19年，再过2年，永乐皇帝就先走了。所以我想那时候朱棣应该对执行的人说你们先慢慢寡着，我呢2年后就要先走了，你们寡你们的，我走我的。而且朱棣驾崩前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北征的路上，或者是在回国的途中。最后他也是病死于榆木川，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观看这场掠杀的表演。再者说了，这位古吕氏的身份也成疑。刚才说了，她是商贾之女，可按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的指令规定，能进入后宫的女子必须得是良家女。所谓的良家女必须是非巫、非医、非商、非百工，就是医生、巫师、商人以及手工业从业者的孩子都不可以进入后宫。而且即便存在这所谓的古吕氏，她的宫中也不可能有2800多名宫女太监伺候她。明朝最多是宫女只有9000人，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如果一个妃嫔就能拥有2000多名宫女太监伺候的话，那后宫宫女的总人数肯定要达到5、6万之众了。这在明朝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呀，在永乐19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个时候是朱棣迁都北京的几个月以后，当时北京下起了一场大的雷阵雨，一道闪电引燃了包括奉天殿在内的3大殿，3大殿顿时化为灰烬。在古人看来，这绝对属于是上天示警，所以朱棣为此还特意下了一道罪己诏。大家想啊，如果这时候他还在宫中凌迟宫女太监，那他还敢继续下去吗？
他难道就不会认为这样是得罪了上天吗？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这场大火呢，让朱棣觉得内心是惊惧不安，所以一向独断专行的他，特意跟下面的大臣说你们看看我以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们大胆的提出来，我不会责怪你们的。他这么一说，还真有3位大臣站出来指责他的不是。朱棣呢，这次态度也是非常的虔诚，他认真的听完了他们的批评以后，非常友善的把这3个人都下入了大牢。所以说呢，所谓的于吕之变是有可能发生过的。但是凌迟处死了将近3000名宫女太监这件事情是没有的，这只是记载于《李朝实录》中的一段孤证。按照历史学的原则，孤证难立，而且据说《李朝实录》这段记载也是源自于回到朝鲜的一个宫女的口述。这个宫女名字叫金黑，在明英中，就是朱祁镇的实录中也提到了这名宫女。不过他并不是服务于永乐皇帝，而是服务于仁宗、宣宗。受于吕之变株连的还有一位来自于朝鲜的妃嫔，她是韩珍妃。她虽然没有被判凌迟，但是也被判了断食。后来幸亏有好心的太监给她送来食物，她才算逃脱了此难。但她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永乐22年，朱棣驾崩以后，她被列入了殉葬的妃嫔名单。她当时跪着哀求已经登上皇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但朱高炽也不敢违背祖制，她还是被殉了葬，成了又一名冤死于他乡的异族女子。她的死对于她的家族来说，可能倒是一件幸事。她的家族是朝鲜的清水韩氏，本来并不是什么大家族，但自从这个家族把她和她的妹妹送到大明以后，这个家族借助明朝的势力，也开始在朝鲜做大。她的妹妹在明仁宗时期是做女官，后来被追谥为恭慎夫人。韩珍妃的侄女，也就是他弟弟韩阙的女儿，后来做了朝鲜的大妃，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仁粹大妃。有一部韩国的连续剧就叫《仁粹大妃》。宋仁宗朱高炽已经算是宽厚仁爱，但是他并没有废除野蛮残酷的人殉制度，一直到了他的孙子明英宗朱祁镇，才算真正结束了殉葬制度。朱祁镇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从很多角度来说，他却是一个好人。相信在很多的宫女、很多的妃嫔眼里，朱祁镇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朱棣的后宫中确实有不少的朝鲜宫女。朱棣呢，似乎本人对朝鲜美女也是情有独钟，但有时候朝鲜进贡来的美女呢，水平也是参差不定。有一次，朱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让他的太监去朝鲜传他的口谕，说你们进贡的这些美女，矮的矮，粗的粗，麻的麻。我呢，看着你们国王的面子，把他们都封成了妃，但是你们以后能不能进贡一些漂亮的美女，1、2个也行啊。假设如果那时候朝鲜的医疗水平达到现在的水准的话，那我相信朱棣就不会有这样的抱怨了。不管是传说中的徐妙锦，还是后来的权贵妃、王贵妃，他们在朱棣心中的地位没有一个能够和徐皇后相比。徐皇后15岁嫁给朱棣，在以后的9年时间里，她为朱棣生了3儿4女，这本身其实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既然徐皇后9年时间里生了7个孩子，那也就是说，她在这9年时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她的身体是处于代孕的状态。也就是说，她不能侍寝。通常情况下，这会给王府中的其他女人创造接近燕王的机会，所以这时候通常会造出很多的庶子庶女。但燕王朱棣并没有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9年时间里，并没有造出任何的庶子庶女。这一方面说明燕王并不纵欲，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徐皇后的专宠已经到了无他的境地。可能是因为生育的过于频繁，所以徐皇后到了25岁以后便不再生育。
但朱棣与徐皇后两人仍然像一般的夫妻一样，保持着同食同眠的习惯。登基以后，朱棣是忙于政务，有时候经常忘了吃午饭，徐皇后就在一旁等着他。朱棣心疼她，让她先吃，徐皇后坚决不答应，仍然要等着丈夫一起吃饭。帝后二人在一起的时间是辉煌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到了永乐5年，徐皇后突然病重，朱棣看到太医医治无效，自己竟然学起了医术。但无论他做什么，终究无法挽回他的皇后的生命。徐皇后去世，令朱棣是情绪难以自抑，大动不已。这个铁血半生的皇帝竟然失声痛哭。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后崩上哭动，群臣奉位，上曰：皇后人名贤淑，汉马氏堂长孙之伦也。随处中宫，其一念唯在人民。既今朕入宫，不复闻直言矣。从此以后，朱棣一生再未立皇后，永乐朝皇后的位置空了整整17年。朱棣还为徐皇后举办了最隆重的葬礼，其葬礼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朱元璋的马皇后。徐皇后去世以后的1年时间里，朱棣一直是着素服不御正殿，就是说他坚持一直穿素服，而且不在正殿办公，只在正殿西南角的一个地方处理政事。1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这在明清2代皇帝中也是着素服时间最长的。无论是生前的荣耀还是身后的哀荣，朱棣都可以给他的皇后，但是却不能给他哪怕多1天的生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朱棣终于站在了万人之上，成为了一代帝王。但是面对他的臣子，他只能掩饰真实的自我，而只有在面对他的皇后的时候，他才能做回那个当初的燕王。但自从许皇后离开的那一刻起，身处在这高处不胜寒的皇宫中的朱棣，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名孤家寡人。他站在这万人的中央，享受着万丈的荣光，但恐怕没有人能够再看到他眼中是否含着泪光。许皇后就长眠在长陵，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她的皇帝，她的燕王。17年以后，长陵被再次打开，他们夫妻2人终于又团聚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靖难之役，什么永乐大帝，只有一对不愿被打扰的普通的夫妻，享受这一段难得的静谧。或许这才是他们最期望的生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